上个月我在家里上网的时候，偶然在 Indiegogo 上发现了一款产品，宣称自己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 SSD 硬盘盒解决方案，所以我就费了点功夫，联系到了 Zekka Drive 中国区的团队，拿到了这个目前全球可能只生产了4台，国内仅此一台的 Zekka Drive 硬盘盒。所以，大家好，我是小远。那此时此刻，我应该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男人了吧？当然，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提前说明的是，因为我手上拿到的这个版本是极其早期的首版样品，整体的做工和设计还没有完全敲定，所以本期的视频内容仅供参考。Zekka Drive 的硬盘盒，据他们所说，采用的是航空级别的铝合金，正反两面呢也都有大面积的散热鳍片。我手上这片样品的裸重是180克，全副武装之后呢，大概在198克。那硬盘顶部盖板呢是一个免工具拆装的设计，整体的矿量我觉得控制的还可以，不会给人一种松松垮垮的感觉。打开之后，你就会看到主板被固定在一个防冲击的工程塑料内胆里面。虽然我拿到的样品仍然是螺丝固定，但是他们的工程师告诉我，之后的市售版本都会采用免工具的设计，所以整个硬盘的拆卸呢是不需要任何工具的。那除此之外 ，Zekka Drive 还带有一根 USB-4 的短线和一个独立的收纳仓位，所以如果对比普通的硬盘盒，正好会多出来一根数据线的体积，但是至少能够保证外出携带不用到处找线，还是非常方便的。那说到方便，这款来自于 Nile Smart 的双肩背包不仅采用了双股耐刮的牛津布面料，而且磁吸快拆的设计也非常适合日常通勤。另外，2升的空间搭配上多样化的开合方式，不仅可以放下我的16寸的 MacBook Pro， 内部加厚的 EVA 和绒毛的材质也能给到全方位的保护。同时，侧前方的快取设计，再加上背部行李箱的固定位，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便捷。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 Nile 旗舰店报我的名字，就有特别优惠哦。当然，大家最感兴趣的部分肯定就是性能，这是我认为这款硬盘盒最吸引我的地方。因为 Zekka Drive 全球首发搭载了翔硕科技最新的 ASM2464PD 芯片组，最高支持 PCIe 4.0 的 SSD 硬盘。测试的部分，我准备了一台 M1 Max 的 MacBook Pro， 一台 M2 的 Mac Mini 和一台搭载了990 Pro 1T 版本的小米迷你主机。另外，测试用的硬盘呢是一根 1TB 版本的西部数据 SN850X， 所以基本不会对本次的测试造成瓶颈。首先呢，我就测试了硬盘盒极限的顺序读写速度，在这台小米的迷你主机上 ，Zekka Drive 的顺序读取速度达到了惊人的 3.8G 每秒。顺序的写入速度也有将近 3.2G， 这个速度甚至已经超过了 PCIe 3.0时代插在主板直连 CPU 的固态硬盘，而且峰值性能呢，相比雷电硬盘盒也有 18% 左右的提升，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夸张的。另外，在 Apple 平台的测试 ，Zekka Drive 的读取部分的成绩也是我目前见到过最高的速度，达到了 3.4G 每秒。但是写入速度相比英特尔的设备却要下降了不少。那关于这一部分，我也咨询了官方，他们给出的解释主要是因为受到了 macOS 系统和一些跑分软件算法的影响，实测成绩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偏低的。不过在 Windows 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当然，理论的数据测试只是一方面，在我实际的体验当中呢，我还是遇到了一些比较值得分享的问题。首先就是对于 Mac 用户来说，如果你像我一样用的是 1TB 版本，这类没有被 Apple 阉割过 SSD 的 Mac， 那么 Zekka Drive 的实际表现可以说是相当出色，基本也符合理论的测试。但是如果你用的是类似于 256G M2 版本的 Mac Mini， 那么受限于本身就比较羸弱的 SSD 性能，你是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出 Zekka Drive 的全部实力的。拷贝同样大小的文件 ，256G 的 Mac Mini 还是要慢上不少。所以 Apple 阉割低配版 SSD 的操作，到现在我还是忍不住吐槽，你不仅拖累自己，还拖累别人。另外，对于 Windows 的设备，就比方说我手上这台小米的迷你主机，在实际传输文件的过程当中 ，Zekka Drive 无论是读取还是写入，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我也重新安装过驱动和更新了最新的 BIOS， 甚至用了其他品牌的雷电硬盘盒，也是被限制了读写速度。所以大概率是因为小米的迷你主机在外设的连接上还存在一定的兼容性问题。因为隔壁充电头网在联想小新笔记本的测试成绩是非常夸张的，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那聊完性能，我们还要再说一下兼容性。作为首款搭载了真 USB-4 芯片的硬盘盒，不论你的上游设备是 USB 2.0、3.0，还是最新的 USB-4，Zekka Drive
Drive 可以说是全部通吃，所以基本上日常生活中你能碰到的大多数设备，比方说电视、软路由、游戏机，都可以被完美的识别。这点相比雷电硬盘盒呢，还是要好上不少。OK， 那说这么多，我个人认为作为 USB 4.0 的首款产品 ，Zeeka Drive 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虽然 macOS 和一部分的 Windows 设备还存在一定的兼容性问题，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这就是目前外接硬盘盒的王者。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 Indiegogo 上了解一下。好了，那这就是本期的视频。如果大家喜欢这类视频的话，请一定要给我个点赞，给我个评论，最好还能再转发一下。那我是你的小远，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